好了好了，别站着说了，坐下，都坐下。来来来，哎呀，真是好几年没见到你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外祖母呀，您可能不知道，秀波妹妹那可是非常厉害呀。在守孝3年期间，她独自一人撑起了家里所有生意，还在苏州开了一间远近闻名的绣坊。我在江州做生意，听苏州的老板提起秀波妹妹，我呀这才有所耳闻。秀波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已才学着打理祖业，做生意的事也只懂些皮毛，还要跟老太君多请教呢。商场如战场，你这个小丫头呀，竟有这种本事。唉，只是一个女孩子抛头露面的，太辛苦了。日后啊，你要是寻到一个如意的郎君，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了。秀波，你现在可有许配婚约？秀波还未定亲。秀波只愿找个情投意合的好郎君，疼爱秀波，护着秀波。只可惜自己命苦，一直没有寻到良配。不急不急，我们的秀波呀，如此的蕙质兰心，日后我一定帮你寻个好人家。多谢老太君。对了，我还给咱们齐府上下备了礼物，老太君那一份也是我千挑万选，好不容易才寻来的，还望老太君不要嫌弃秀波的一番心意。哦，老太君，咱们去那间吧，秀波这份礼物需要有茶桌方可摆放。好，那咱们就去那间吧。湘云，备糕点。这套官窑瓷器出自官窑大师的手笔，是他的封山之作，需要特定的时节火候才能烧制。这世间一共就3套，秀波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祖母在世时曾教授秀波点茶的功夫，她常言，要说这点茶茶道，还是老太君炉火纯青。如今我将这套茶具送给老太君，并为您点茶奉茶。秀波献丑了，老太君不要笑话秀波，还望您指点一二呢。点茶。温盏，挑高，手法行云流水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秀波妹妹还真是有些您的风范。请老太君品鉴茶香。柯表哥，这茶道精湛，茶香沁人心脾。这沏茶的水，可是露水？正是，老太君睿智。曾听祖母说起，当年常与老太君一同泛舟荷塘，采集荷叶上的清香露水，在一起沏茶雅极。秀波也效仿此法，特意采了露水为您沏茶，聊表对祖母的哀思，也是您与我祖母的情谊见证。你这孩子呀，让我想起了你的祖母。好孩子。
天磊哥哥，嫂嫂，请用茶。记得小时候，哥哥的嘴最刁了，不是我调的茶都不肯喝呢。天磊哥哥尝尝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好，尝尝。妹妹这茶调的真是好喝。多谢嫂嫂夸奖，若是喜欢，日后我每天都给嫂嫂奉茶。秀波，你呀，就在我这儿住下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多谢老太君，秀波就算是回家了。秀波想恳请老太君许我住在小时候的园子里，我对那里的花花草草都有感情了呢。这有什么难的？那间屋子呀，还给你留着呢。只是现在天磊成亲了，他和你嫂嫂就住在那园子里。老太君，秀波小姐和三少爷从小也是一同长大的，算起来也是三少爷的半个妹妹了。这住回园子里，又不是住进三少爷的院子里，这有什么呀？秀波一见到嫂嫂就觉得投缘，想和嫂嫂多亲近些。若是嫂嫂不高兴，那秀波就不入园子了，随便找间客房就是了。啊，没关系，秀波妹妹高兴的话，住便是了。多谢嫂嫂。奶妈，哎，给齐府各房的礼物都送过去了。按照小姐的吩咐，各房太太、小姐的礼物都送过去了。既然来了这齐府，想要促成我和天磊哥哥的姻缘，就要未雨绸缪，不仅要哄好老太君，还要让齐府上下都念着咱们的好。小姐说的是。秀波妹妹，柯表哥，秀波妹妹，妹妹，你今日的表现可是极好的，哄得老太君欣喜不已。我们计划的第一步，就算是成了。我看那三少奶奶同天磊哥哥亲近得很，我与天磊哥哥的事当真能成。妹妹，事在人为，你只需要哄得老太君开心，把你留在齐府。至于天磊那边嘛，妹妹还需要将这百炼钢化为绕齿柔，好好撩动他的心，才能够成就美事。若此事能办成，秀波自不会亏待柯表哥。妹妹有心了。妹妹，如果你有事，表哥就不打扰了。秀波告辞。你个没良心的，魂儿被秀波小姐勾去了，枉我平日里如此待你。你这又是吃的哪门子的醋？这真正该吃醋的，应当另有其人。小巧啊，我告诉你，杜冰燕和齐天磊无论多么亲密，新婚燕尔如胶似漆，那也比不过他跟秀波妹妹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深厚啊。就你最聪明。老太君，我看呐，
这三少奶奶与秀波小姐倒是投缘，一天有说有笑的。这秀波小姐性子真好。我和秀波的祖母情同姐妹，我是看着她长大的，就像亲孙女一样。这秀波小姐也是可怜，一个人孤零零的。我几次路过园子，都见她泪连连的在思念祖母呢。幸好啊，有老太君替她撑腰。我听秀波小姐和奶娘说，要像亲祖母一般待老太君您呢。秀波呀，的确是个孝顺的孩子。我看啊，老太君就把秀波小姐留在府上，跟您也是个陪伴呢。我也有这个意思。老太君，秀波给您炖了补品。你看看，看看，说谁谁就来了。过来，喝茶去。老太君，您快尝尝，这是秀波特意为您选的补品，上好的燕窝，最适合温补了。里头呀还加了点葵花蜜。哦，是吗？那行，我尝尝。哎，坐呀，坐呀，啊，坐。不错，不错。我们秀波呀，人善手也巧。秀波孤苦伶仃，能伺候老太君一辈子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好好一个姑娘，怎么可能围着我这个老太婆一辈子呢？你是要嫁人生子的。秀波命苦，祖母过世后无人依靠，幸好有老太君您垂爱，秀波羡慕冰燕嫂嫂能得天磊哥哥爱慕，携手一生。你放心吧，我看着你长大的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一定给你做主，绝不会亏待你。谢谢老太君。如果有一天秀波有了自己想要嫁的人，老太君可愿意为秀波做主？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。如果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一定给你做主，绝不亏待你。谢老太君，秀波只想一直伴随在您左右呢。好，好，真是乖呀，乖。谢谢祖母啊！您方才不是说把秀波当您的亲孙女吗？那秀波便唤您一声祖母。祖母，哎，下个月就是祖母的大寿了，秀波想同天磊哥哥一起为祖母做一幅百寿图，祖母可应允？当然应允了。我们的秀波呀，就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。当心点，这些可都是上等的物件，弄坏了小心你们的皮。奶娘，快去盯着。是。慢点啊，小心点，大家辛苦了。秀波小姐，这些都是老太君赏赐你的。老太君说了，秀波小姐有什么需要置办的，都按照齐家小姐的规矩来。老太君是真的心疼你啊。小小姐姐，替我谢谢老太君。秀波妹妹，柯表哥，恭喜秀波妹妹了。秀波妹妹有福了，这边院就是特意留给妹妹的，可见老太君对妹妹的宠爱啊。这还要仰仗柯表哥帮扶。秀波妹妹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但是能否捞得这轮明月，就要看妹妹的了。
我已向老太君请了愿，这几日便请天磊哥哥来，一道做白寿图。妹妹性子纯良，想要获得男人的心，就要让他的眼里和脑中都是你，不能有半点旁人的影子。秀波妹妹，攻心为上，善妒则乱，这句话你务必要记住。这个东西是挺有意思的，我都解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没解开。小姐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玩9连环？那秀波小姐已经搬进咱们院子里了。她搬进来就搬进来呗，这园子这么大，多她一个也能热闹些。哎呀，你可长点心吧，小姐。天塌了地陷了，哎呀，没事的。玩也不给玩，吃也不给吃，有什么话说吧。老太君是按照府上小姐的规制给那个秀波小姐安排的，又是丫鬟又是小厮的，配了一院子，比咱们这儿人还多呢。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他喜欢人多就安排他的，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。可是我看到秀波小姐对咱们三少爷是有倾慕之情的呀。不行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。况且他们2人又是自幼相识的，这就是青梅竹马呀。哎呀，他们都说了，那只是儿时的朋友，谁小时候还没几个要好的朋友啊？可是我也经常跟我那些师兄弟一起玩啊。小姐，那秀波小姐如今出落的是亭亭玉立，哪里还是儿时玩伴呢？况且她那日要送给三少爷的金麒麟，分明就是一对儿嘛。天磊人呢？秀波小姐方才遣人来请了，说是邀请三少爷去她那作画。作画？记得小时候，秀波的字都是天磊哥哥手把手教的，算起来，天磊哥哥还是我的恩师呢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可是天磊哥哥的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秀波可都记在心里呢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就钦佩天磊哥哥的书法，行云流水，气势恢宏。时隔3年，哥哥的书法造诣定然又精进了，请天磊哥哥送秀波几个字。也好。我来吧。天磊哥哥的字真漂亮，男儿胸中有浩然正气，才能凝于笔头，浑然天成。妹妹谬赞了，秀波妹妹练的是什么字体？流体。那妹妹就在哥哥面前献丑了，望天磊哥哥能给我这个笨学生好好评一评。好。原来这就是秀波妹妹儿时住的地方。走吧，小喜，去看看他们画的什么画。
外面风清气朗的，把门敞开透透气，小姐和齐三少爷才能书写得更好呢。你下去吧，莫让旁人打扰我和天雷哥哥写字。是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天磊哥哥，这作诗的人一定是个痴情种。你瞧这诗句，字字含情，说的不就是我和天磊哥哥？小姐，你瞧他们，吟诗作对的，三少爷怎么能这样？还说最喜欢你舞刀弄棍，不在乎你的学识文采，现在又在这儿跟秀波小姐写写画画的。慌什么？我可是他齐天磊把抬大轿抬进来的。娘子，修波见过嫂嫂。妹妹好。这是在写什么呀？天雷，这个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，什么意思啊？此诗是写小男孩以竹竿作为玩具马逗趣小女孩的。嫂嫂别多心，秀波只是想到自小同天磊哥哥一起长大，有感而发。没什么，我知道你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就是青梅竹马，感情好得很。娘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我与秀波妹妹虽是一起长大，不过一直都是将她当亲妹妹看待的。天磊哥哥说的是，我二人清清白白。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天磊，我知道你们大宅子里的公子哥都是三妻四妾的，既然你这么喜欢秀波妹妹，把她娶进来呀。这个不敢，娘子，我答应过你，此生只娶娘子一人的。小喜，秀波妹妹，这是我小厨房里做的点心，好吃的很，外头可吃不着。现在点心已经送到了，我就走了，不打扰你们。哎，娘子，秀波妹妹，我看此书的寿字拓片并不足以书写百寿图，我再去书院寻一些来，到时候我那半阙写好之后再给你送过来。就先告辞了，不打扰了。天磊哥哥，小姐，原以为这杜冰燕在院子里看到我和天磊哥哥成双成对，会嫉妒伤心，没成想他竟然直接进来了，还逼着天磊哥哥说出再也不娶的话。这个三少奶奶呀，着实厉害。不急，天磊哥哥尚未动心，此事不可操之过急。若如今就闹僵了，倒是麻烦。水滴石穿，来日方长。本宫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何阻止我选其他人？
微尘，微尘，因你从前心里对我有愧。你，看来老天都看不过眼，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让你如今又反在我手里。怎么，不敢承认？是，我是对你有愧，但你就无愧于我吗？从前那些破事，吵了20年都没个结果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今天你干什么来了？就是想来看看18岁的你。只是看看。不然呢？也想再帮一下殿下。那你可真会帮，把父皇给我的人选帮到只剩你自己了。是我不该插手公主之事，但我也是诚心希望公主日后能够过得好。这一点，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没变过。你希望我过得好，就是我也杀了他，也算是两清了吧。我真是没想到，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你说怎么办吧？别的选择都是未知数，但既然你我彼此熟悉，微臣斗胆求娶殿下。有朝一日，殿下能为自己解了围，可重新选择。裴文轩，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真心错付、勾心斗角，都到最后又孑然一身的日子了。如若我依旧选择你，那我们和以前还有何区别？重走一遭，依旧只会有一个盟友，互相利用、互相算计吗？你我都深知，在内廷之中，丈夫、亲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手中的权力。可是，当走到顶端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在人世间，便会羡慕人间烟火繁华。你，我，曾经都站在过顶峰。你说，孤家寡人和孤魂野鬼会有何区别？天要下雨了，你去准备些伞吧。好，公主，宫里的公公说，如今时候差不多了，可以散席了。就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你替我去送送他们吧。是。那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如此，你觉得我还应该嫁你，继续过那样的人生吗？这一场指婚，我们都没得选，我们都只是为了权势。认真论起来，并没有什么真感情。而钱真真的事情，让我们认清了彼此。
你心里有人，只是之前没有说清楚，现下明白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毕竟我也可以心里有人。可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清楚？这样，往后我们还是照样过。但是我希望你清楚，我不再是你妻子，你也不再是我丈夫，我们各过各的，各找各的乐子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既为盟友，便永不背叛，如何？说话，裴文轩，你说话。你若不说话，我便认为你对我很有感情。可你若对我有感情，还去掺和他的事，那可就太恶心了。我们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现在就去请禀父皇，我们和离吧。殿下这是何必呢？那你说怎样？既为盟友，殿下应当知道，和离对你我来说并不是好事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顶着夫妻的名义过好各自的生活。既为盟友，绝不背叛。倘若背叛，不得好死。果然，我们都应试。看来，到底是什么都瞒不过公主殿下。从前的恩恩怨怨，早就说不清楚了。臣本无意打扰，只是念在毕竟夫妻一场，想着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，便想来看看。没成想，没控制住，多管闲事了。好一个多管闲事！你是不是觉得，你若不来，本公主便嫁不出去了？还是你本只是想替我把把关，不成想只见一个苏荣清，就让你感到不适？公主说笑了，臣岂敢？权臣作酒，夺嫡你都敢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？殿下不必再揶揄微臣了，不如想想，以您现在的情形，若是不选微臣，您还可以选谁当驸马来替您挡灾呢？少装！你怕是早就想好托辞了吧？以现在的情形，难在圣上猜忌。公主殿下若是选世家子弟为驸马，恐怕会出了陛下逆鳞。但其实，只要太子殿下继位，公主殿下日后便可前程无忧。到时候，您与苏公子再续前缘也不迟。所以啊，当下最重要的是保住太子殿下。娘娘，母后，母后，你可知父皇给姐姐选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要么是五大三粗的莽夫，要么是门第不高的寒酸小子，剩下的一个痴傻，一个花柳客。父皇如此怠慢，母后为何不替姐姐做主？你父皇一向忌惮你这个太子，
你可知为何？为何？因为我们上官家族乃当今第一大世家，你父皇真正忌惮的是在背后支持你的上官家。倘若你姐姐再与世家结合，那么将来何人能阻挡你们姐弟？建国之初，皇室确需借助世家之力，可现如今国祚已稳，世家却成了皇权最大的威胁。你的太子之位和你姐姐的幸福，只能选一个。母后说的字字句句，儿臣都明白。可若我这太子之位要以牺牲姐姐一生的幸福为代价，那我宁可不要。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？你说不要便不要了？你的血统会跟随你一生，即便你不想，你背后的世家也不允许。此事由不得你我。但崔玉郎、杨家，还有宁世子这三人里，崔玉郎出身寒微，您若嫁给他，最无用处。更何况他性格浪荡，爱写诗词，多的是把柄。您若真嫁给他，恐怕会给太子殿下带来麻烦。再说杨家，这杨家则是权势过剩，而杨权的性格则过刚过锐。陛下在这时候想让杨权与公主联姻，其本质上是对杨家动了心思。公主若是这个时候嫁给杨权，怕不久之后陛下就会动手，到时候公主也必会牵扯其中，而太子殿下也脱不了干系。的确，今日所见，杨权不过一介莽夫。但微臣倒觉得宁世子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宁国侯乃是当年陛下的伴读，还替陛下挡了箭。陛下乃是重情重义之人，所以微臣觉得，公主殿下若是能嫁给宁世子，也是件好事。更何况宁国侯为人稳健，宁世子痴傻，几乎不出门。对于婚事来说，虽然不是好事，但至少不会给太子殿下拖后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宁世子身体不好，以之前的情形，再过2年冬天，宁世子就得病逝了。只是，微臣担心，若是公主殿下嫁给宁世子，会遭到宫里所有人的嘲讽，怕您扛不住。你倒是会操心。若我扛得住嘲讽，照你的意思，我嫁给他，待日后他病逝，川儿登基，我便可再嫁。正是如此。你考虑的这么周全，我不嫁你，我有了出路，那你怎么办？殿下不必替裴某担心，裴某有自己的路。行，裴公子真是好骨气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天色也不早了，裴公子请回吧。若不早点走，一会儿马车让染了泥，怕又要被管家骂吧。好，裴某想走很久了，谢殿下恩赏。狗东西！等等。子谦，我们立场不同，恩怨是非也说不清楚。不管眼下是场梦还是真，既然上天给了我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，那我们从今往后不必相见，各自安好吧。好，这便是裴某见公主殿下最后一次。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
慢着，不是说好了下晚起吃？原以为摘的心在伤，却只已是深秋。若非与你